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我们把《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这本书给讲完。我们先来看一幅画，这是古斯塔夫·克林姆特的名作《生与死》。在这幅画里呢，大多数人都在沉睡根本没有办法看见死亡的真相。但是画里有一位年轻的女性是醒着的，她两眼睁开，直面死亡。听完前面这几期内容之后呢，我们现在可能就有点像是画里的这个女人一样睁开双眼看见了死亡。那么面对死亡，我们又能够做点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应对我们自己的死亡恐惧呢？这个问题当然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从一些哲学家的思考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知道，很多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我们不应该逃避死亡恐惧，而是应该直面它。如果接受我们必然死亡的这个现实那反而可以减少我们对死亡的恐慌，而且还会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这种态度呢，就是所谓的向死而生。很多哲学家都是非常推崇这种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的。换句话说呢，有很多哲学家都看不起上一讲说的那个近端防御，看不起那种自欺欺人的不是我，不是现在。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地方人们采取过很多不同的方法来直面死亡，向死而生比如说欧洲中世纪的僧侣们会在他们的桌上放一个骷髅头西藏的喇嘛们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会使用头盖骨做的碗来提醒他们自己人生无常，死亡随时会来临东方和西方的一些圣人们喜欢躺在棺材旁边睡觉，或者直接在棺材里边睡。古希腊、古罗马的斯多葛哲学家呢，会把凡人终有一死这句话当作他们的核心信条。哲学家蒙恬也提出过死亡是一个不能躲避只能够面对的敌人。比如说他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让我们勇敢地站稳自己的立场，跟他战斗这里的他就是死亡为了消除他相对于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要采取与通常完全相反的方法来跟他斗争。让我们首先消除我们对他的陌生和无知，让我们跟他交谈，与他熟悉，让我们在头脑中最频繁地想到他。在任何场合，我们都要把他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的想象中当我们骑乘的马匹失蹄的时候，当瓦片偶然从房顶掉落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被小针扎伤的时候，我们都要立刻考虑一下，并且询问自己，要是死亡现在就来了，我该怎么办？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也说，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要经历各自的死亡，所以应该勇敢地认识和接受死亡这个现实，并且真诚地活着，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做的事情。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呢，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些哲学家们的建议向死而生这种心态的心理学原理其实就是对比效应就是用死亡这个最大的糟心事来对比生活里的那些普通的糟心事那么这样一对比呢，生活里的那些糟心事一下子就显得没有那么糟心了这样一对比下来死亡恐惧反而会让你把日常生活过得津津有味所以呢向死而生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的确是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帮助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哲学家的建议是靠谱的，也的确有很多人是在实践这种生活方式。我自己其实就经常这么干但是呢，哲学家们建议的这种向死而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它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听过前面几期节目之后我们知道无意识里的死亡恐惧是会让我们启动远端防御的，也就是去拥抱自尊，拥抱价值观或者换个说法就是我们会更加迫切地去寻找人生意义。但是人生意义不是那么容易找寻的，如果找不到呢？实际上的确有很多人老是会强迫性的去追问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的人生意义到底在哪里？结果追问来追问去呢，又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于是就陷入了一种虚无，觉得人世间的一切事物根本都没有意义，自己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时候这个人就陷入了一种特殊的抑郁状态叫做存在主义抑郁所以呢，如果有些人听从哲学家们的建议，老是去直面死亡那么第一个可能的负面影响就是他们有可能会陷入存在主义抑郁的危险心理咨询里有一个流派叫做存在主义疗法，它就是专门针对这种存在主义抑郁的。这种疗法的主要手段就是帮病人去培养一种不那么宏大的人生观，鼓励他们把精神集中在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日常事物上，也就是多多关注生活里边的一些小确幸，少关注一点人生意义。你看这种建议跟前面那些哲学家就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了。存在主义疗法本质上就是让患者去启动近端防御嘛，对吧？用日常事物来把死亡的念头从意识里排挤出去。从这种针锋相对里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应对死亡恐惧是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的。
是要向死而生，还是要多多关注日常生活里的那些小确幸啊？这两者之间该怎么权衡，这是因人因事而异的，得靠你自己去琢磨。哲学家提出的向死而生这种建议呢，还有第二个负面影响，那就是它会让人变得狭隘。你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几期节目里讲了很多实验都揭示出同样的一个模式，那就是潜意识里的死亡恐惧会让人变本加厉地拥护他自己的价值观，变本加厉地去排斥贬低跟自己不一样的价值观。显然这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件好事嘛。在1941年的一部经典恐怖电影《狼人》里有这样一段台词，对于一些人来说，生活很简单，他们自己决定这是好的，那是坏的。世界上没有灰色和阴影，一切事物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而现在呢，我们中间的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好的、坏的、对的、错的都是多面的、复杂的事情。我们试图尽力去看清楚每一件事情的每一面，但是我们看到的越多，我们就越难以肯定各种事物和人的是非黑白与对错。这段台词反映出的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一种是刚性的，一种是柔性的。刚性世界观呢，就是非黑即白的那种世界观只有我的信仰才是绝对的真理，其他的一切信仰都是歪理邪说。这样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其实对于抵御死亡恐惧反而是最有效的但是这种非黑即白的信仰在人类历史上造成了不计其数的暴行和杀戮。那么刚性世界观的对立面呢，就是柔性世界观柔性世界观呢，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承认世界的含糊与模糊性，它承认所有的信仰与信条都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虽然拥有柔性世界观的这些人，他们也会非常严肃地对待他们自己的信仰，但是他们愿意开放地接受别人的观点，他们不会认为真理只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显然是一种更加有利于合作、更加有利于化解冲突的一种世界观。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柔性世界观看来人世间的一切意义和价值都是含混不定的，所以持有柔性世界观的人内心经常有一种非常不确定和不安的感觉。于是呢，我们就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刚性世界观可以给我们提供充分的心理安慰，但也会让我们变得盲目和狭隘。柔性世界观呢，也许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慈悲，但它反而会增加我们对死亡的焦虑。是要向死而生，还是要小确幸，那是一种权衡。而这里的刚性世界观和柔性世界观也是一种权衡。坚守自己认可的价值和包容他人之间能否两全，这个问题同样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你得自己去摸索你的那个平衡点。好，到这里呢，关于死亡恐惧这个话题和《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这本书里的重要知识点就全都讲完了。我之前在节目里挖过一个坑我说我打算要做一个叫做死亡与意识的专题。那么讲完《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这本书呢，填坑的步子算是迈出第一步了。我们聊了这么多的死亡恐惧但其实把它的核心给略过去了，那就是最早的那些节目里提到的意识。正是因为我们有意识，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时空中的存在，所以我们才那么惧怕以后将不复存在。没有意识就没有死亡恐惧。意识呢，是一个让我自己更感兴趣，也比死亡还要细思极恐的话题。它牵涉到哲学牵涉到存在这个终极命题。哲学家、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对于意识的思考已经得出了一些惊世骇俗的猜想和结论所以呢，死亡与意识这个话题还远未完结，我们将来再续。我是魏之超，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你关注、点赞、收藏和评论。我会在这个频道里坚持输出各种心理学新知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